热带雨林资源是很丰富，但是环境恶劣也是真的恶劣。那么如何要在这种环境生存下来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小林哥。时隔2年半，我再次来到了婆罗洲雨林。这次我的目标是单人单包，在不带食物和火种的情况下，雨林求生15天。好。现在我在婆罗洲雨林原住民的家里面，还是这位老哥，上次带我进雨林的。嗨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这次来到他的家里面，我才发现这个家伙是个狠人啊！家里面摆满了战利品，走，带你们看一下。我靠，一排的野猪牙，这些全是野猪牙齿。这个牙齿的猪得有200多斤，还有这一串吊坠，龅牙，豹子的牙齿。他们家除了柜子里面的小挂件，墙上还有很大的狠货，看到没？这个是野牛头，这个是鹿头，然后这边都是这些小动物的皮毛，这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狠货。云豹，知道什么是云豹吗？在国内是这个，这些也都是鹿头。啊，真的太狠了！这挂在墙上的都是好看的、长角的，不好看的不配挂在墙上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我也该出发了。还是有这个大哥带我进林子，有这个老猎人带着进林子，还是很安心的。这边的房子还是蛮有意思的，全是这种吊脚楼。雨林嘛，湿度比较大。我靠，这个河里面的水怎么那么急啊？准备出发了。婆罗洲雨林位于一座东南亚赤道岛屿上，它是整个亚洲最大的雨林。这里动植物丰富，生态未遭到破坏。而我要去的正是雨林深处，独木舟都要行驶2个半小时，哪怕无人机升到最高，也望不到任何人类文明的痕迹。这里正是我为期半个月野外生存挑战的地方。啊，哈哈，到地方了，这是真正的雨林腹地，周围几10公里，全是森林。怎么样，这个地方眼熟吗？没错，之前我来过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一次我准备在这里搞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这次我过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旱季，东西我就不一一介绍了，还是这些老演员。不过这次不一样的是，带了一个小刀，一个防雨布，还是不太相信这边这个天气，应急用吧。有备无患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去之前那个庇护所看一下，兴许还能住那里。哎，我发现这往上游的水都没那么浑，感觉要清澈许多。看样子雨水是少。就是这里了，这个地形都冲不一样了，不过这个水还是跟以前一样清澈。好，完犊子了！怎么倒了这么大一棵树在我庇护所那里啊？不是，我刚刚找到我的庇护所这里，然后就开始下雨。气死我了！我再也不相信婆罗洲的鬼天气了。啊，不是说6、7、8月是旱季吗？啊！真的下得太急了。刚才还晴空万里，我先把这块地开出来，把雨布支上，就没什么事了。哎，我操！我服了你个老6天气。就这样晒一下吧，我也去晒一下，身上全部湿透了。可以，这个木头可以，把它晒干了，就可以用来取火了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
我这衣服裤子刚刚晒上，这乌云又飘过来了。别搞啊，刚刚落地啊！你妈的又开始了，我操！妈的还在打雷，我操！哎呀！啊，这下好了，随便你下吧，无所屌味了。哎呀，到处都是湿的，难受呀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真的是天崩开局啊！我现在身上也挺难受的，很痒。天黑了，这个南欧的夜开始了。哇靠，全是虫子！我本来想去沙滩上待着的，沙滩上鹅卵石至少是舒服的，对吧？但是我怕半夜下大雨，给我冲走了就不好了。哎，挺着吧，这一夜很快就会过去的。早上好呀，兄弟们，可算是天亮了。你别说，这晚上还挺冷的，主要是周围都是湿的，我身上也是湿的，挺过来了就好。今天会出太阳的，我把身上晒干，把材料晒干，就可以取火了。不过有什么说什么，这个鸟叫声还挺好听的。去河床上待着吧，去那个鹅卵石上，那里舒服。毕竟昨晚没睡好，我准备在河床上休整一下，等待太阳出来，我就去准备取火的材料，冲火绒、干柴以及取火工具，这些我都要逐一准备好晒干。这关系到我晚上睡觉安不安稳，所以对待这个事情我都格外的认真。做了一个摩擦取火的工具，等下晒干就能用了。油细倒出，所有的取火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一定生出火来，晒得差不多就可以取火了，没有要下雨的样子，应该没问题了。简单的清理了一下这个地面，这营地看着像那么回事了。唉，再有个小床就好了。不过现在是没心思去搞床了，我得去弄点吃的。要说吃的东西，雨林里面应该是最不缺吃的。这有一盆刺中女，这些就是可以吃的。这颗也太大了吧！啊，密密麻麻的全是刺，或许我还得再找一下。唉，这个位置找到一盆小的。棕榈芯富含碳水化合物，也是目前最好获取能吃的东西，所以我要尽可能的填饱我的肚子，因为我还得要取火。特别嫩。这还有这么大一坨，甜的，好吃。吃完一颗，我又发现了一颗。这晒了那么久，应该可以取火了。啊，相当的干燥，这都是脆的。就在这个河床上搞算了，这个地方宽敞，而且还干燥。在这个位置了。感觉是这个木质太硬了。啊！还是差一点，还是差一点。
啊，这该死的天气又下雨了。取火的事明天再说吧，忙活了一天，身上都黏糊了。哎，我要洗个澡，我不管了。时间来到第3天，一上午都在砍木棍，准备做一个床。至于取火，我想下午再搞，等材料再晒干一点。大功告成。哎呀，还是公钻取火好用啊！看看这木芯儿。啊！总算着了。那边该死的乌云又飘过来了，我得赶紧把这个火搬到营地去。哎，我靠你！又开始下雨了。我操！快点，快点！ Yes， 哈哈哈！你搞不定我的！啊！我干你大爷！真的下着来了，而且这个雨势还不小。我真的很庆幸我带了这么一个雨布。舒服，躺在床上，不用淋雨。这边火堆也是烧着的。雨停了，真的很舒服。这个火刚好在这屋檐下。 而且我身位放低一点，还不怎么熏，看到没有？那个空隙那里。走吧，去水沟里面看一下能不能抓点吃的。正好有火了。这个路除了湿滑一点，别的倒没什么。哈哈哈！你是我的啦！哈哈！呜呼呼！ 现在下小雨，问题不大。再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格局完全已经变了，倒了那么多树啊！这里又发现一只。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差点从我手上跑了。哎呀，别动！ 啊，完美，烤着烤着，哎呀，来根大一点的柴，烤，把这根大的烧断了就好了，就有柴火了。哎，这里真的太稀了，这些很滑的都拆起来。 等过2天天气好点，重新收拾一下这个营地吧。这2天也忙，而且天天下雨，地上也湿。还是那个味道。该说不说。婆罗洲的青蛙真的
比老挝的好吃。啊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嘿！靠！哦，好吃。哎呀，天黑了，我也要睡觉了。这睡得太棒了，旁边就是火堆，听着虫鸣鸟叫入睡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爽的吗？热带雨林资源是很丰富，但是环境恶劣也是真的恶劣。那么如何要在这种环境生存下来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小林哥。时隔2年半，我再次来到了婆罗洲雨林。这次我的目标是单人单包，在不带食物和火种的情况下，雨林求生15天。早上好啊，这一晃就是第4天了。昨天晚上睡得真的很舒服，有床有火堆，还有帐篷，这就是理想的营地啊。起床了，发会儿呆，该干事情了。棚子给它揭开，让它晒一下太阳，这营地就会很干燥。能下个6、7个套子，够用了。这个绳子下套的话有点偏粗，得把这个芯给它抽出来，就差不多。这边山上有很多兽径，把套子往这山上下就对了。这里就有一条，能看得到不？很明显的。这个脖套的话，它经过，要是绳子挂到它脖子上，就会越收越紧，都挣扎不了几下就会断气。我操！这他妈的，这是蚂蟥吗？这个啊，好恶心啊！啊！我操！这捅了蚂蟥窝了，我还在下陷阱，感觉脚上痒痒的，抽出来一看，3条蚂蟥！我操！看一下右脚有没有。哎，我操！这里，来，蚂蚁，这给你的。啊，操！又来，狗东西！我操，已经吸了我的血了！我操！看看，伤口在这里。这玩意儿有麻醉效果，咬了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也不疼也不痒。哎，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。又开始下雨了，天天下，一天下2、3次。哎，下吧，没关系的，反正现在对我影响不大了。我靠，蚂蟥这玩意儿咬了还有抗凝血的功能啊，这一直在流。哎呀，涨水了呀！这个雨下不得了，这面前的小水沟都变成小河流了，更不用说外面的大河了。生活还得继续，先去看看陷阱昨天下的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怎么感觉这个画面雾蒙蒙的呢？湿气太重，镜头里面都是雾，嘿，都是湿的。哎，意料之中，这个没有收获，这个也没有动静，这个也是空的。也是在意料之中了。算了，回去吧，把相机烘一烘。这样子放在旁边烘着就行。看看这镜头，这个雾，这么大一片白的，
都在里面。别下了，别下了，真的扛不住了。这里面都已经没有雾了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哎呦！看看这个小水沟，这水啊，完全是一条河沟了都。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！鸟！我闻了一下，没有味道的，这应该死了不久，还可以吃。赶紧处理了，等一下就不新鲜了。我靠，好多小鱼啊！好吃。吃完了，我用刺中鱼的刺做了一个鱼针，准备钓点鱼吃。这个针算是比较长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下去。走吧，去试试，也只有这个条件了。哦，好多鱼，好多鱼！哎，我靠，都在吃。好像是这个鱼太小了，它们吃不进去。既然小鱼钓不到，那我就去钓大一点的，总得再尝试一下。我已经看到有一条大的在这里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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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饵没了，它都吃进去了，但是就是挂不住。我看到这么多鱼，干着急啊！忍不了了，现在去做地笼。我打算用这些木棍做一个长长的地笼，用闪绳中的细线这样子一根一根的绑过来，然后后面圈起来就是一个陷阱了。真的是很难绑啊，这个东西一根一根的去绑。哎呀，搞不完了，天都黑了，材料也不够了，这些木棍还差得远。起码还得搞这么多。我操，我还以为今天不下雨的，糟糕的天气。哎呀，真是服了这个烂鬼天气。哎呦，这个雨下得我有点怀疑人生了。我不知道我是来干嘛的了，我是来找岁数的。从进来到现在，没有一天是舒服的。而且我穿的是洞洞鞋，我这个脚都有一点战后足的迹象，这个指头缝之间已经开始烂着走了，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。求求你了，老天爷，能不能别下了？扛不住了，真的扛不住了。哎呦我操！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好消息吧，雨停了，这个小河沟里面的水也退了。坏消息是，我的身体又出状况了。起这个红色的疹子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感觉像荨麻疹一样，肯定是这该死的潮湿环境引起的。唉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先看看陷阱吧。我操，这个触发了。
但是没套中。有点不太确定，这个是下雨下触发的呢，还是被猎物绊到了？看看另外几个怎么样了，希望有个收获吧，给我一个安慰。依然没有反应，绊都没有绊到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脚它怎么还是触发的？应该是下雨下触发的吧？有一阵雨下的特别大，那个雨水打在这个踏板上触发了。所有的都看完了，还是没收获。等一下，还有个事情忘了做了。每次来这山上逛完，一定要检查一下脚，不然的话被咬了都不知道。这个没事。哎呦我操！妈的！对，这一只还没有开吸。这个是吸完跑掉的。全是血，它有抗凝血的一个作用。真是狗东西，咬完跑了我都不知道。他妈的，去你大爷！没办法，环境太湿了，蚂蟥也多，这几天都不知道被咬了多少下。我勒个豆！我操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操！哎呦！哎呦！我尼玛是个麂子！哎，不对，这是个鹿。哎呦，这一片都被它搞成这个样子，一跑下来就摔一跤，妈的，鞋都摔坏了！我操！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死我了！啊！哎呦我！哎呦！哎呀！还挺沉。哎呦我操！快出淤血了，应该是。哎呀！还是在这个河床上杀好一点，宽敞。而且我打电话给我同伴了，叫他进来拿肉吃，等下就放在这里，他们自己会来取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，这个不能保存，最多1天，甚至1天都要不了，这个肉就要变质。说实话，我很不忍心的。一大块肝脏，一个鹿腿，这些就是我吃的了。最多吃个2天，不然的话吃不了也会坏掉。这么大一个鹿，坏了可惜了。好了，我也该烤我的美味去了。这一块一定都要烤熟，不然的话它就会坏掉。太棒了！这个肉太厚了，真的。棒！小心肝切出来，切成小块小块的，好烤熟。有股牛肚的味道，就是那个青草在消化，快成粪的那种感觉。这个还是很有分量的，够我吃2天就行了，对吧？烤起来。说实话，我是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套这么大一个货。早上检查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我又回来搞了一下我的捕鱼笼，捕鱼笼现在差不多了。下午再去看，就发现它被套住了，真的太惊喜了。其实也正常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山特别深，周围都是森林，东西多。希望这烂鬼天气别下雨吧，一下雨我这肉都不好烤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搞那个大的，你没办法搞，现在这条件。烤了1个多小时，肝可以了，肉还差一点，还得再烤。我这肉看着好漂亮哦，
这边这个腿慢慢烤了，明天吃。小心根儿，要说内脏的话，我最爱的就是这个东西了。哇，哈哈哈，好吃到爆！这肝没什么怪味，我觉得它比猪肝好吃。嗯，我靠，这块肉也太厚了，切下来烤吧，但烤不熟。确实，里面都是生的。动物的肝脏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，它富含维生素以及很多微量元素，在一些部落是首领才能享用的东西，所以对于肝脏我是特别钟情的。特别满足啊，对未来充满期待了。这段时间的苦没有白受，真的太棒了。对了，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睡觉了。未来会更好的，对不对？晚安，马卡巴卡。这玩意儿是可以飞的。我正在婆罗洲雨林荒野求生，这里环境十分恶劣，一天能下3次雨。森林里面还有各种毒虫叮咬。我进入到了雨林腹地，周围几十公里看不到人烟。我的目标是在不带火种和食物的情况下生存15天。时间到了第7天，我抓到一头鹿，个头不大，但是我一个人吃不完。这个地方环境湿热，没有盐来腌制，根本无法保存，所以我要了一个鹿腿和鹿肝，其余的我让外面的队友拿回去吃了。这么多，今天的陷阱没收获，不过呢，我也还有早餐吃，还有昨天烤的鹿腿，哇，很完美的。哦，好香啊！看看这还有筋，哇，哈哈哈，太好吃了。老实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吃鹿，我没想到这么好吃。不对，不是第一次，差点忘了，之前吃过。第一次这么烤着吃。这种撕下来香不香？手撕牛肉，它这个一点都不柴，我是顺着这个把这个肌腱给它咬断的。看，如果是牛肉的话，怕是还不太咬得断。好吃啊！吃饱喝足，也该干活了。这捕鱼笼还没有弄好，哎呦喂！我操！整体都已经完工了，就差一个道口。这个陷阱我做的比较复杂，一根一根木棍我挨着挨着绑的，而且还绑了4道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做的慢，因为没办法。看着这个地笼都头疼。哎呀，休息一下再搞吧。让我想一下这个地笼道口应该怎么做。到上面来搞，上面太窄了，又湿又滑。有点简陋，我现在没有心思去慢慢的做一个精细的，先用着吧。这些地方给它塞点树叶什么的，挡一下就行了。反正鱼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
这个是昨天的鹿腿皮，用它来当诱饵。围一下就行了，反正它是游不出来的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最多2个小时就能来收鱼了。哦，我操，睡过头了，赶紧去看一下我的捕鱼笼。我操，就这么点啊！有这几个也还不错呀，能换一换口味。我靠，这里面的大鱼多一点。希望明天早上来看会有惊喜吧。回去烤鱼去了。还是以前的味道。哎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对吧？后面肯定还能抓到好多鱼，甚至大一点的鱼。接下来该吃正餐了，仅剩的一条鹿腿，这就是我的晚餐。最后一点食物吃完喽，不知道明天还能抓到什么，或许什么都抓不到。不过我心里面也不慌，因为我有捕鱼笼。我操，今天下午是频繁出来活动了，大家，挺好的。这个声音就是他们这边的山鸡在叫。哎呦我操，完犊子了，涨水了，整个水沟都淹了，水位很高，我的鱼陷阱是看不了了。哎，算了，鱼笼子看不了，就去山上看一下我下的套吧。基本上天天下雨，都是湿的。这个还是没有反应，是空的，弹力杆都在这里。哎，这个是白费了，不用看了。来看看这边这个，哎，还是没有吗？哎，不对，我操！哎，已经触发了。哎，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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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野鸡！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，李宁哥？哇！这个鸡大概得有3斤重的样子，算是很大的了，应该是品种的关系。你看这个羽毛，哇靠，这么长，这玩意儿是可以飞的，哇！别动！我靠！这看着挺大只，其实它的毛相当的厚，你看，实际就这么大点。哈哈，这些都是。哎呀，胸脯肉、菌根儿、小心根儿，看，今天来个宁式烧鸟。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在野外烤鸡更爽的了，这看着都好吃啊。今天的天气也很好，应该不会下雨了。先把这几串小的烤了先吃，这个大的烤得慢。好吃。
要是再有一点孜然辣椒面就好了。这个好吃，这个香。看，这里的鸡，我说实话，比较柴，有嚼劲。看，来吃个鸡腿，粉丝们。鸡胸肉也挺好吃的，这吃着也很有弹性，有嚼劲。还剩半只鸡，把它留在火堆边上烘着。我要准备午休一会儿，睡醒了就去看捕鱼笼，毕竟早上还没看过。我靠，还没有飘远，这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毛也没有，不知道是不是涨水的缘故，还是诱饵的问题啊？等下去把那个吃剩下的鸡骨头放进去试试。上次我用鸡骨头在这里抓到一条鳗鱼。我操！我刚刚在听动物的叫声，没想到这里有果子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还有一个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啊？它那个都已经黄了，黄里透红的那种。宰了 ，OK， 2个，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味道，里面红色的果壳，苦的，这有味道，这个是酸的，算了，还是不要尝试，等下在这个地方被毒翻了，没人来救我。这个皮是苦的，和有一点酸味。算了，不吃。哎呦，我这脖头被动物拱到这边来了，这么好的路径也没有。我操，树上有猴子，往上爬了。套子并不能保证天天有收获，所以没有收获的时候，我就只有考虑找别的东西吃了。我靠，大家伙一个，这么大一个雨林蟹，这可不能被它的尾巴蛰到。看看，这太肥了，这么大，把它的尾巴给它切了就好了。好，还活着，现在它的威胁就像小龙虾一样。简单的烤了一下，有条件的话，我还是喜欢吃熟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扎到我舌头，烤糊了，有点苦苦的。没办法，这玩意儿个头本来也不大。要说最不缺食物的环境，那肯定是热带雨林。陷阱没收获，我还可以抓点小蝎子吃。小蝎子吃不饱，还有捕鱼笼，是不？
环境潮湿，我的脚前几天就开始烂了。不过好在有药品，用碘伏每天消消毒要好很多。吃完小鱼，我又去到水沟边捕猎。正如我说的，雨林不会缺乏食物。这不，又抓到一只青蛙。在这个地方，只要我一直找，就一直有的吃。太好吃了，哈哈哈！婆罗洲雨林里面生存15天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这里不缺食物，我能获取到蛇、野鸡、青蛙，甚至还能获取到鹿这种大型的动物作为食物。但这里下雨频繁，湿度高，在这里每一天都很难受。时间来到第11天的下午，这几天野鸡频繁出没，我又抓获了一只野鸡，又抓到一只鸡，比上次那个小一点。同样的是，这个也是一只母鸡。走了，哎，别跑，乖乖的啊，别想着跑啊。天色暗下来了，今天就不处理它了，我把它绑起来，准备明天烤。每天都在听它叫唤，今天终于又落在我手上了。还别说，这周围这几个山头，这种小野鸡还蛮多的，毕竟这个环境的话很原始。第12天了。差不多下了一整晚的雨，不过这雨好在不大，淅淅沥沥的，就是这种小雨，也难受啊，到处都是湿的。这鸡还挺好的，不吵也不闹。这2天火烧的大，这个幕布都烧了几个洞出来。没办法，这火星会飘上来，不过还好，并不影响，也漏不了什么水。这2个洞。雨停了，先去看看陷阱，等下再回来烤鸡吧。好好休息着啊，到处都是湿的，真的很难受啊，这林子里面。不过该看的也要看，兴许套中了什么呢？每天检查2遍，早上1遍，晚上1遍。密友啊，都是空，这个也是空的。你看这路径多好，高速公路了嘛都。感觉人都虚了，走一圈下来累得不行。哎呀，休息一下吧。这个鸡是要小那么一圈，估计3斤都差一点。这次我打算给它分开来烤，整只烤的话烤得太麻烦了。好，这就是一整只鸡了，这样子分布的很均匀，很容易烤的。走。完美，这么烤就对了。讲真的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我倒是希望炖一锅鸡汤，但是没有工具啊。这样子烤是快得多，这些基本上都熟了，就还有这一块。放在下面这个火堆旁边，重点烤一下。走吧，下陷阱去。这最后一节绳子，我准备用鸡内脏做一个诱捕陷阱。
不是给你们吃的。这个就是弹力装置了。不知道能不能行，试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好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掩盖一下这个绳子。好了，玩会儿。这个陷阱看起来很简单，实际上也一点也不复杂。之前我做过，还抓到过东西。试一下这次能抓到啥？啊，全是蚂蚁。没有收获没关系，这种陷阱的话，白天也有效果的。这白天也会有鸟啊什么的飞过来。时间来到第13天，我没想到又涨大水，还把我外面的诱捕陷阱给冲没了，还没起到作用就没了。不过好在我还有一点烤鸡，再去山上找点棕榈芯吃，这一天也能勉勉强强的混过去。直到来到第14天，我所有的陷阱依然没有收获，所以就去水沟里面寻找食物。没想到还真有意外收获，一开始我都把它制服了的，不过后面出了点意外。我操！今天有意外收获，捕获了一条七彩吞天蟒。你看看它这个鳞片，会根据这个光线变化颜色。未成年的七彩吞天蟒。在我查看素材的时候，这个家伙竟然醒了要逃跑，来不及多想，直接冲过去就开干。我操！他妈这么耐活的吗？这么摔都摔不死，都摔不晕他，还能在我眼皮子底下跑了。我靠，钻到这个水坑里面去了，还有那么多木棍挡着。出来不出来？啊！啊！操！再等一下看吧。我操！等了半天，我终于又看到它了。它在那里，看到没？就在那里。它现在都不敢上去。准备一个工具吧，争取一次把它搞上来。哈哈哈哈！抓到你啦！这下你跑不掉了。缠得这么死。OK。哎，行。像这种蛇的话就没有必要去皮了，手里面有刀的情况下，直接给它的肚子划开，把内脏拿了就行，直接烤。它含有皮下脂肪，如果说去皮的话就太浪费了。像这种吃法的话是最好的。哎嘿嘿，大肉串烧烤，嘿嘿，这个好啊，够大的这串子。完美。这玩意儿油脂确实丰富，看看这些，滋滋冒油的。
这个表皮有一层很细的，可以刮下来。哎，这好像是它的鳞啊。全部都烤熟了，这都是炭火慢慢烘烤出来的。怎么样？还是挺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尝尝味道。怎么说呢？哎呦哎呦，咬掉了。挺好吃的，这么烤出来带着皮的话，非常有嚼劲。哎呀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吃饱了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就静静的等着，等到明天我就可以回去了。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检查陷阱了，看完就要回去了。哎，我操，这怎么折断了？这个也没有任何反应，这怎么会断在这里？算了，不管它。还是没有反应。像这种的话，给它拆了就行了。哎呦，我操！免得小动物在这里被套死了。行了，拆除了就行。简单的复原一下就可以了。还有最后一串蛇肉，这个可以带走。火一定要灭掉，不管这周围有多湿。拜拜喽，走吧，去外面河床上等着船来。哎呀，真的是糟糕的地方。一共都没出过几天太阳，看外面的水都还是浑的。这个陷阱真的是白瞎了，还没起作用就已经冲没了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哦，还给我带的有可乐呀。哎呀，好嘞，谢谢谢谢。走走走，回家。哎呀。